文创产业在按多年来透国体渐来渐多，不过文创爱是长久元首，对建构套地方文化同传统风，将是做到长久又有特色。同宜兰有两对兄弟，分别用宜兰嘅年前同农风法做跳跃嘅手艺，来做文创嘅基础，讨自家嘅故乡，开创自家嘅事业。来看记者邱一发到今天嘅报道。我们今天来到东山乡的波城地，这个就是我出生的地方，油信客家庄。现在目前你看，这个竹子完整的绕了一圈，现在是宜兰县最大的一个竹尾存在，2700多坪，竹子的保留相当的完整。上个礼拜有台风经过，把它吹散，不然那个竹子这绿生生的，很漂亮。第二呢，国土5号劳动交流土福圈，有一类本地族为定的三合院，看起来真唔大院。不过，啥有特别的故事。这边是原来就是我们姓尤的，一个早期是从大陆福建漳州韶安那边移民到那个桃园中正机场那边，就在桃园那边。那我们早期有听说那个我们介公他们还有领到桃园中正机场的一个补助款，所以从大陆来到台湾是定居在桃园那边，桃园那边又转折被征收了，又转折回归到这个补城地，所以这边就变成我们的落脚处。这个是我们的前庭，我们有奉祀一个家庙，叫古公三王，现在大部分都搬出去了。以前这边有20多户人家。大部分的人可能唔知，也係目前宜蘭縣保留最大、最完整的客家莊，喊做布上梯。高速公路通车之后的效应，产生宜兰好像是台北的后花园。那一些竹林的一些甲种建筑用地都被拆光了，下去盖房子。现存量，我这一块地，我们家族的这一块土地2700多坪，而且保留了相当完美的一个竹林的一个整体。那在目前宜兰县，就我所知道的，有查过资料的，是宜兰县最大的一个竹林保存。从細就睇布上梯太嘅有梧桐，對老母有親切嘅情感和個懷念。今年呢，咱也想要回到宜蘭開春堂，佢就親支持。这边所留存的一个满满的一个故乡味在这边。我在县政府又退休了，那我又会搞东搞西，我做一大堆的事情，所以我就 support 他，我就支持他说好，我们就回来故乡。结果他选择了说可以，爸爸说要去做一个文创的一个餐厅。我把那个业务辞掉之后回来这边，我跟他提案说我想要做餐厅。那也是跟他借钱回来开始的。那我一开始以为他会否定我，然后不会支持我这个决定。不过，我得到爸爸的支持，啥冇按改，我先通过考试。我就跟他讲说，开餐厅最难处理的事是什么？我说你明天早上金桃跳快馆呢，明天早上把答案写下来，你给我。我看了你给的答案，认为是通过的，我才会给你开，我才会全程的 support 支持你。结果他12点半就去敲我房门，他就写个人，没有错，就是开餐厅最难处理就是人。有梧桐講，開春堂最難處理嘅就係人，我用嘅本錢難體貼嘅人客，變做時常為鼓勵消費嘅最好嘅方式，就係用宜蘭一定嘅為人情味來款待人客。因为我阿爸讲的，食饭皇帝大，来者是客。每一个人，每一个水鬼客家来到咱兜拢是人客，这就是宜兰人的特质。我就丢给他一个观念：先包容，再应付。他一直跟我们教育说，我们要让来这边吃饭的人感受到宜兰的人情味。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跟其他餐厅独树一格的地方。我们想传递的其实就是让来这边的客人像回到家里面吃饭的感觉一样。对，因为我自己从小到大，我的阿公跟爸爸，他们都是很好客的，家里常常都是聚集满满的人，每天都是来，很像在开 party 一样。对，所以刚好在用这个老房子呢，希望让这里来的客人都是不要只有来点餐吃饭，然后结账就离开，我们一定都会寒暄几句。薯條記下過來，工作是古葉，用係見到佢嘅香味。
在安乡的蔬菜做其清新气的目标，是由武堂退休过后最享受的。在我成长的过程到现在58岁了，我在县府又退休8年了。那为什么会接下来会想要从事这个工作？是因为有怀念的基底存在。因为我爸爸以前老人家是在太平山上面工作，在那边有那个开路伐木，结果呢，整间他带回来的鱼料都是烟鬼拢给它压混。像现在的快木柳，他们以前都是拿来剖木烧柴，拿破拿煤，因为快木柳很硬，但是那个油脂很多很香。希诺基的香米地度由武堂对爸爸亲情的思念。故所除了提供前人同奶爷天开传堂，佢咪用其他专长的木箱，将示范的空间打造到亲有螺丝米、亲温馨。我们的分工就是他来处理硬体的部分，然后我要来处理行销面跟怎么找客人进来。除了屋顶上的雕刻，因为他不会雕刻，除了雕刻以外，这整件都是他发想出来，然后也都是他自己亲手做的。比如说这些桌子，可以看到这个桌角，这个全部都是没有钉子的，然后这些全部都是看得到的木头，都是台湾块木。他把老旧的台湾块木，都是老房子拆下来的旧料，然后让这些老旧的块木给它新生命。那这个天才的老爸，他为了让他的100片都可以出现在这里，他把它设计成可以前后就每次都可以可以换，对，波动式的。这个是30-40年前太平山那边砍下来，然后在林场那边加工。雕刻好之后，大部分都外销到日本。有深入的传达，除了有家爸爸用木箱做的装潢，还有家爸爸收藏的雕刻，头摆更重用的来爬落出下个旧东西。后生人来到呀，知道睇按有螺丝米的传统式东西，请享受。老一批的来到呀，才可以认识东西，迎面落头摆。很多老人家来我这边就很轻松。常常听到很多年轻人讲说，我阿公阿嬷在家里不是吵架就是不讲话。今天来到你这边吃饭，他们话很多。这种比较就是有一点乡村，但是又有一些工艺的风格在里头，的确蛮特别。我第一次来的时候一直在就是拍照，然后一直在拍，就是自己上传那个 IG 这样子。用折断的方式，用折，不是这个。开面风采过后，第二个做生意的人呢，开店之前，成日同家爸爸在做园地度，请毛本风大体的竹笋。因为这个刚好是竹笋产销的季节，那个每一年在这个季节就会有竹笋开始那个雨后春笋，结果前2天又一场大台风，把这边的竹子很多都是营地的辅导。那辅导之后，有的都是红台笋。那农村的红台笋，就是台风时候被台风打倒了，我们就去捡那个红台笋。我们都把它收集在餐厅，可以纳入我们这个供应餐。过去保护家园的日子。也下是生产传统最齐最菜地食材的蔬菜，将撮下來的竹筍，成日同爸爸兩面就包好處理，等就可以租來出租的。我们就是把这个竹尾设计成一个停车场，那每一年这个时段，我们就会采取我们当地的原型食物。竹子是自己种的，老人家以前传统农业社会留下来的竹林。一個季節長有的是菜地，是漆。是無加工的食物，是成日對傳統食材的堅持。就是綠色菜，而且每次來的菜都有點不太一樣，就是都是感覺出來是，比如說現在有的當季的，或者是剛採的比較新鮮的，他才會把它放到菜盤裡面。成日火爆的菜盤，又是6-7項的青菜，一道菜家家攏係對呼吸5到10公里內，小農下個老農的菜園來嘅。風采過後，雖然有風采筍好飲，唔過其實嘅係火鍋會冇菜好用。
后尾仔风台过了，才有啥物损失无？哦，那这蚵仔你袂看，这蚵仔叶拢无了了，全要歹去啊！风采过後，成日就趕緊去到阿田伯嘅菜園看下順開嘅情形。我们餐厅就是都主要又会用这附近老农或小农的菜嘛，那我就先赶快出来看一下菜园的复原状况，这样子。怕断炊啊？对啊，一定的啊，因为这个菜都是从这边来居多。如果真的断的话，我要另外去找菜园了。啊，唔係飼條貝貝嚟就好啊？不行啊，你如果说短缺的时候可以补一下，那个还合理，可是可以的状况之下，还是要尽量从农民这边过来。一个是比较安心，然后我们知道是谁种的。然后他们农药也不会去下等等，至少不会到有机，可是至少是比較無毒的這樣。係唔咩？食材無奈何，成日天促都會堅持用在地嘅食材，就係愛啲啊食材係對奶來嘅，愛消費者安心食。阿伯跟我爸爸是很多年的朋友，大家都在東山這個區域這裡這樣子，對啊，那開餐廳之後呢，就因緣際會之下就有菜，我們大家就互相來配合這樣。加減種，加減食，變多樣化。菜瓜、風菜、番薯葉，阿田伯嘅菜園地度有各種嘅時期嘅青菜。因為我唔是專業戶，我這是要種家己食的，所以。拢會一個攏會種無共款的菜，袂講一個桌頂攏全番薯葉啊，還是攏全蔥啊，還是攏全橋。阿田伯屋卡是唔係嘅菜，就係成日春堂地度最遲嘅青菜。因為阮種的規個要收成的時間攏差不多嘛，阮就食袂起啊。春日就講伯恁。菜啊，濟食袂起，加減來互阮餐廳用，講好啊，無阮嘛是食袂起，囥佇遮嘛是刮去嘛無效。大家辛苦攏種起來，你講囥佇遮刮去、單掉去，嘛無菜，咱就是講因嘛有需要，阮嘛有食剩呢，食袂起的。其實阿田伯每時常會去到成日嘅春堂食飯。佢講後生人回到家鄉巧妙事業，東山怎麼有發展啊？當然要同佢支持。我嘛真希望講少年啊，轉來咱宜蘭，轉來東山遮開墾因的事業，因為袂使講少年攏走去台北去，遮全村老伙仔佇遮，互因少年來講我會當佇遮生活，有迄收入來。因唔才會到咱遮，這是因的根本啦。因為咱東山因原來嘛攏住佇遮嘛，因的根就佇遮。少年轉來，因嘛是還佫是下一代啊。因嘛是講我遮做到一個規模了，阮後一代嘛希望佫繼續到遮。有成日回到家鄉嘅老木開春堂，係講延續佢巧妙事業嘅夢想，唔當講係佢同佢爸爸用在地嘅文化傳統做基礎，打造出嚟一個充有歷史意義嘅文創空間。本来農村就是一個回憶跟教育的地方，歷史加上文化就等於教育，那個是文創最基底。而且能夠醞釀出內心最重要的東西出來的，所以這個是我的方向。我早就規劃說，如果你想開餐廳，我就要用這種方式來呈現宜蘭的人情味，而且把我們客家客家精神、我們的努力的指標，把它往前再邁進一步。這個是我的初衷。